大家好，2024年11月18日的消息，三季度奔驰全球利润同比下降54%，宝马净利润下降83.8%，奥迪公布的是营业利润下降了91%。2024年11月18日查询宝马股价68欧元。早在3年前，有一位名叫王川的作者就预言宝马可能在2年前就破产。宝马苟延残喘，又多活2年，终于迎来了利润崩塌的时刻。这哥们儿是9年前2015年就开始唱衰宝马，9年后终于要实现预言了。当然了，这种预测和实际差了9年，甚至还有更多其实就是不准确这个利润对于见证的意义，就是由于奔驰、宝马、奥迪相当一部分的利润是来自中国。粗略估计，宝马1/4的利润来自中国。宝马利润的崩塌，除了电动车的原因，也预示着中国国运的崩塌。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也可以算作是最近中国限中频发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王岐山说，中国人吃草也能说活1年还是活3年，这都是混账话，可能过高的估计了中国人的忍耐能力徐家爱、徐哥走后，他们会给你们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徐哥来过。各学院接上级部门通知，请各学院尽快排查一下有没有因为未能正常取得毕业证、学位证或相关问题引发的纠纷，如果有，请于今天下午4点前反馈给我，辛苦大家所有人马加爵放在20年前能震惊全国，放在今年排进战绩前10名都费劲说想象一下，你刚下课回宿舍，手里拿着3块钱的蜜雪冰城劣质糖水，突然走出来一位县中狠狠捅你腰子，这一刻你会感到世界的荒诞和无常吗？我有点装外宾了，为什么这里都要强行插入蜜雪冰城的植入广告呢？是这个原因让推上的高中生们都破防了吗？感觉推特上高中生这小孩比较多我隔着屏幕、隔着网线、隔着太平洋都能感觉到你们在颤抖难道真的是一头牛那个笑话吗？你为什么愿意捐100亩土地给国家，捐100万给国家？为什么你一头牛不愿意捐呢？农民窘迫到，因为我真的有一头牛还是有很多绥靖天天刷小红书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县中的事情，反而是天天关注时政的小孩都破防北京卫戍区司令傅文化带兵抄家梁光烈，梁光烈惊吓之下突发脑溢血，急送301医院，抢救无效，成了植物人从9月拖到11月，梁光烈的儿子梁军同意拔管，签字确认死亡。梁光烈在济南军区担任20军军长，是济南军区当时的副司令顾辉提拔的。顾辉后来担任南京军区司令，提拔了赵克时，赵克时提拔的何卫东和李火辉。李火辉于2024年6月已经被抓了，苗华和林向阳也已经被抓了。这是我9月5号做的图表我就纳闷为什么一直不抓林向阳呢？那现在果然把林向阳也抓了，跑不了没有一个能跑的。海军政委袁华志已经被抓了，那么海军司令胡忠明为什么不抓呢？这个我当时没有深入研究经过研究之后，我发现这个胡忠明他不是习近平的人，而是胡锦涛的人2008年9月之前呢，44岁的胡忠明担任海军潜艇基地第2基地，也就是南海舰队潜艇第2基地41艇的艇长。
92730部队90分队的分队长。41艇是一个094型的核潜艇。那胡忠明因为是核潜艇的艇长，所以他是胡锦涛的人。为什么呢？火箭军也是胡锦涛的人比较多啊，因为核弹和核潜艇。那首先害怕的是核泄漏。大家想一下，2013年胡忠明所在的核潜艇支队被授予罕见的1等功。为什么被授予1等功呢？还说罕见呢？那肯定是因为当时核潜艇差一点因为核事故沉没，胡忠明因为指挥核潜艇避免了核潜艇沉没，才有可能获得1等功。也就是说，核潜艇和核弹第一位的是要防止出事故。这些专业人才呢，培养的时间较长，就拖到了胡锦涛当军委主席的时代了。因为当时的南海舰队的司令是吴胜利，吴胜利是刘华清提拔的，刘华清是邓小平安排带枪进常委，保证江泽民能交权给胡锦涛的人。因为核潜艇的公开资料就不多呀，只能说胡忠明有可能就是吴胜利提拔的，所以他一直就没有被抓。如果是这样的态势的话，之前我说过了，胡锦涛只有东部战区海军政治工作部没有控制，那他现在果然就照着这个来的嘛。现在既然苗华和林向阳都被抓了，海军政委袁华志也被抓了，海军司令胡忠明又可能是胡锦涛的人啊，是不是的？他反正政委都已经被抓了嘛，剩下的人也不敢乱动了，等于胡锦涛已经控制了中国军队13个主要政战区级的所有部门，要么是完全控制，就是司令和政委都是胡锦涛的人，要么就是控制了一半啊，有1个人是胡锦涛的人。那下一步再抓谁呢？就按照这张表来就行，就黄色的，就习近平派系的，就看谁不顺眼就抓谁啊。他每天在家就是琢磨看谁不顺眼，因为何鸿钧和徐启玲到底抓没抓，现在还不能确定啊。要么是内控，要么是抓了。我们就是随便讨论一下，剩下这5个人啊，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空军司令常丁球，火箭军司令王厚斌和武警司令王春宁。就我大概能猜出来他要抓谁，我就不愿意说啊。我要一说他就直接走了，就合个阳光烈直接走了也不合适。我们就假设剩下这5个人，再抓一个呢，就要抓火箭军的王厚斌啊，火箭军司令王厚斌。王厚斌在总参是总参谋长傅全友提拔的，傅全友是谢振华提拔的，谢振华是周恩来的马仔啊，习仲勋是周恩来的大秘，薄熙来薄一波也是山西人啊，因为谢振华曾经担任过山西的省委书记还是军管的负责人的。就是薄熙来和习近平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一家人啊。你就想胡锦涛天天在家他干嘛呢？他就看着这个名单，就看看谁最生气，他看着谁最生气啊，他最恨薄熙来啊。凡是和薄熙来和唱红打黑能扯上关系的人，就首先要被抓。凡是习近平的人一个也跑不了啊。如果这些人他一直不抓，那说明这个人他就不是习近平的人。我回复一下这名网友啊，习近平4中全会下吗？这回复是100%下，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换下200个正部级副部级啊，现在进度已经快到40%了，最多剩下3个月到6个月。习包子都成光杆司令了，他一个马仔也没有了，到时候正部级和副部级的官员，习近平最多剩下15%的人啊，他一个人在台上干，有意思吗？这个我说的是地方的情况啊，就大家看看军队现在是什么态势啊。习近平的人一个一个都被抓走了，习近平都快成光杆司令了，基本就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路线图走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我说过，如果只看5大战区和中国陆军，如果抓一个的话，那就是抓陆军政委秦树同啊。那果然秦树同他就被抓走了。我说海军也是习近平的人，他就把袁华志给抓了。我就纳闷他为什么不抓海军司令胡忠明呢？后来我仔细看，那胡忠明他是胡锦涛的人，苗华因为是军委委员，我也没有敢随便就预测他要抓苗华。结果胡锦涛他擒贼先擒王，
直接把苗华给抓了。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呢，我还以为他在玩什么围城必缺，给习近平留下点人，省得狗急跳墙啊。这看样子林向阳也跑不了啊。何鸿钧和徐启玲到底抓没抓？由于共匪的黑箱政治，我无法确定啊。就是我给大家分析了剩下的这5个人啊，要抓一个的话，就是抓火箭军的司令王厚边。这胡锦涛他到底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也指挥不了他，我只是知道胡锦涛他恨谁啊，我只是随便分析一下。之前我说温家宝要出来，谁知道他第2天真的出来配合表演了。如果胡锦涛真的下一步把火箭军司令王厚斌给抓了，那也是个巧合。好的，谢谢大家。